嗨，这里是 Dimi Studio。那我们这支影片来介绍一下由我们自己 Laylabs Harmonica 所开发的这个 Laylabs 双把装的半音阶口琴琴盒。然后我会以我自己日常在演出、在教学的时候，怎么样去使用它，以及它的内部配置来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接下来我们把琴盒打开，让大家看一下内部的状况。好，来。长这个样子。好，下半部的地方我会放我自己的 Laylabs， 然后上面这个琴格我会放2个无线导线，就是平常上课帮学生弹乌克丽丽伴奏、吉他伴奏会用到的。那上半部的地方，我有放了一些维修的工具，包含螺丝起子啊，然后键油。那这边是拉链设计，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小东西都放进去。它是一个拉链的设计，在这边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我平常会带去上课时候的样子。那如果今天我想要带去演出，那我就会把没有必要的东西拿出来，那再放入我第2把的口琴，好，它就会长成这个样子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2把口琴装，16孔的，它就会长成这个样子。那左右两边我们都有设计这个按键的凹槽，所以你的按键是不会卡到的，你可以很轻松的放入。好，那我也动一下口琴给大家看，它的晃动感长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装几把半音阶口琴在琴盒里面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琴在装在琴盒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。好，来第一个打开来，这是我自己使用的双层的 Laylabs 64X， 双层，我们是针对这个型号去做开模，所以它是非常稳定的。那上面这一把是 Suzuki 的 Fabulous。那我把金属琴身换成 Sirius 的塑胶琴身。那 Fabulous、Sirius 跟 SCX 都是同样的大小，所以装起来就是长这个样子。OK， 好，有稍微的晃动，但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好，那我们换下面2把琴。接下来这一把是由月光设计的 Tsubasa， 非常非常好吹的一把半音阶口琴。那我们一样把它装进去。好，还有这个Honor Super 64X 新版的，好，我们一样把它装进去。好，长这个样子。给大家看一下晃动的感觉。好，64X 的晃动跟 Tsubasa 几乎不会晃动，这个琴都不会没什么晃动哈。那 Super 64X 跟 Super 64装起来就长这个样子。那在做这个琴盒的时候，我们在按键头的地方有预留一个空间。好，那这个空间我们有做的比按键再稍微小一点点。那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在装半音阶口琴的时候，我们把按键头稍微压进去一点点，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，就是万一你的琴盒连同你的口琴一起掉到地上，然后又刚好撞击到按键那一侧的时候，这个压进去的一点点的这个距离，它就会提供一些保护，让你按键顺利的按进去，就不会直接撞到然后折弯。有蛮多学生在口琴飞出去掉到地上的时候，按键头都会弯掉，那通常这时候是折不回来的，你就需要换零件。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提供良好保护。那我也希望把这个理念放到口琴盒里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其他的样式的口琴。好，14孔的这个 Laylabs， 那我们一样把它放进去。好，14孔长成这个样子。因为它比较短嘛，所以它会有一个晃动，是非常非常正常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放12孔的半音阶口琴。手上这一把是 JDR 跟月光一起出产的这把 Luna 灵敏性非常高的半音阶口琴。好，那以及我个人很喜欢的 CX2 Jazz 版。好，来我们一样把它放进去。那这两款口琴因为是12孔的，所以它稍微短小了一点，它会移动幅度会比较大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个移动幅度的话，你可以在旁边垫一点缓冲的，例如布，那它就可以比较牢固的固定住它。OK， 那实际上我在使用例如12孔口琴，我在使用的时候，它放在琴盒里面，它是会有晃动的，它是会有一些晃动的，所以你是需要去固定住它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各种口琴装进去时候的样子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
那如果你有不确定的你可以在私讯联络来问我，看看这个琴到底是不是能够放得进去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几项参数，提供给琴友们参考。第一个，它的长24公分左右，那宽14公分，高是7公分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包包比较小的，那你要注意它是不是可以放到你的包包里面。好，再来外部我们做了一个提把，你可以带着走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穿过去，然后握着这个琴盒，我觉得这样拿是比较扎实、比较稳的。好，那这个拉链头的地方，我们做了一个小的Laylaps 的标志，它是蛮精致的，那也方便你在握取这个拉链头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些。好，我们把它实际打开来。好，就跟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一样，做了2个这个琴槽，那你可以放2把16孔的半音阶口琴。那中间我们都有开你的手指要握取的地方，所以你装进去之后，你不会很难拿出来。好，上半部的地方我们做了一个拉链的设计，你可以在里面装一些维修小工具，例如螺丝、胶片、胶管、螺丝起子。好，那像我就蛮常会顺手就带着这个电动的雕刻笔，还有美工刀，要帮学生维修的时候就很方便。好，那我实际放进去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然后键油，再来螺丝起子。好，放进去之后拉起来就会长这个样子。好 ，OK， 没什么问题。最后，这个口琴盒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希望它可以取代你现在的这个口琴的盒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有特别交代厂商把这个边缘加厚，可以提供更好的保护能力。因为我所知道有很多学生，他用一般原厂的这个塑胶盒。那有时候他可能就走在路上要上课的这个途中，他就口琴滑出去，就啪掉到地上。那原厂的塑胶盒，我看过最多的状况就是它会直接爆开，然后口琴就飞出去。那摔到也对半音阶口琴不是很好，所以在做这个琴盒的时候，我们就特别一定要做这种拉链的设计。不管你怎么摔，你的口琴就永远都是在盒子里面。那加上我们又有特别交代，一定要加厚，把它做宽一点，所以提供更好的保护能力。那这个盒子也是我目前最常用的一个盒子，每天都会带去学校。更多详细的资讯，你可以在下方连结栏找到 Laylaps 口琴的官网，那里面也会有这个口琴盒子的相关资讯，包含比较漂亮的照片，还有一些琴款放进去在琴盒里面的样子，还有各部分的特色特写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联系我。OK， 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！这里是 Dimi Studio， 拜拜。